萧炎这次真的在劫难逃了吗？望着眼前的恐怖阵容，萧炎已经做好了再次施展毁灭火莲的准备，即便在那之后自己会进入虚弱期。紫妍却是在此时站了出来，他举着龙皇本源果，冲着黄轩以及那2名天妖皇族的老者冷笑道：“龙皇本源果就在这里，有本事就来拿！”紫妍的举动让众人都是一愣，不过出于对紫妍的信任，萧炎等人都没有动作。黄轩与那2名天妖皇族的老者反应过来后乐疯了，直接就冲着紫妍出手，不过是一头幼年期的太虚古龙而已，龙皇本源果马上就属于天妖皇族了。紫妍看着3人冲来，眼神都不曾变过一丝，他的倚仗到底是什么呢？还记得熊战吗？就在3人的手掌快要接触到龙皇本源果的那一刻，紫妍身旁的空间突然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我太虚古龙一族的人也是你们这些杂毛鸟动得了的？伴随着9天惊雷一般的怒笑声落下，一壮硕的身影从裂缝中钻出。感受到那极其强悍的龙威的那一刻，黄轩3人慌了。以他们的实力欺负幼崽还是可以的，这气息分明就是老怪。3人气息暴涌，疯狂扭动着，就欲强行挣开那凝固的空间。刚取得一点成效的时候，只听啪的一声响起，3人就口吐鲜血倒飞而出。众人看着那坚硬无比的广场之上突然多出来的3个巨大深坑，都觉得嘴中有点干巴。待烟尘散去，看清坑中之人的情况之时，又觉得脸有点疼。只见躺在深坑之中满身鲜血的黄轩3人脸颊之上都有着一个硕大的血红巴掌印，还有谁敢来抢？那壮硕身影双臂抱胸，就这般随意地站于天空之上，场中却没有一个人敢开口，除了那个脑子拎不清的白发男子。白发男很勇地表示，大汉以大欺小算什么本事？大汉直接怼道，先前那3个杂毛鸟不仅以大欺小，还以多欺少呢，不想挨拳头就滚一边去，少跟老子唧唧歪歪的。白发男的脸那是一阵青一阵白的。此时黄轩3人也从坑里爬了出来，默默地立于一旁不敢出声。那壮汉见场子被镇住了，才转过头对着紫妍笑道，小丫头，这次你黑叔来得不晚吧？紫妍小手一转，指向不远处的摘星老鬼道，还有那个老王八呢。突然被点名的摘星老鬼慌了，顿时色厉内查的喊道，老夫乃魂殿之人。魂个屁，打了你难道魂殿还敢对我太虚古龙一族宣战不成？那自称黑叔的大汉眼睛一瞪，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摘星急忙给自己架起防护，因为被点名时就开始准备。摘星的脸倒是保住了，只是喷了点血，倒退了几十米。摘星刚稳住身形，大汉的冷喝声就传来了，都给老子滚远点，这里的人你们这些货色还没资格动。摘星捏紧了拳头，目光十分的阴冷，他明白萧炎身上那些斗圣骨海他只能是干瞪眼了，这就是绝对力量的绝对压制。做得还不错，这次我就不告你状了。紫妍看了看摘星的模样，很是满意的点了点头道，随后又撇了撇小嘴，轻哼道，这次算你跑得快，不然若是龙皇本源果出了什么差错，那可就不是关禁闭能抵消的了。那自称黑叔的大汉闻言嘿嘿一笑，挠了挠头，开玩笑，这么重要的事儿不跑快点，不得被族中那些老家伙打断腿？紫妍扭头对着萧炎等人介绍道，喏，这是黑晴，也是太虚古龙的族人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萧炎恭敬地拱了拱手，冲着黑晴道，萧炎见过黑晴前辈。哦，你便是那个萧炎啊，萧玄的后辈。没想到萧家一族如今还能有这等人物，不愧是曾经的远古8族之一啊。但可惜血脉似乎废掉了。黑晴看了萧炎一眼后笑道，只是这最后一句却是仅有他自己能够听到。萧玄他倒是知道远古8族，萧炎有些茫然。黑晴咧嘴一笑，拍了拍紫妍的脑袋后说道，自己当年和萧玄认识的时候也就跟紫妍一般大。随后话音一转，大手一挥道，不多说了，走吧，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，免得这些烦躁的家伙又来唧唧歪歪。对远古8族一事只字不提。知道对方不愿多说的萧炎虽一肚子疑惑，但也不好多问，只能点了点头。见此情况，黑晴留下一句对天妖皇族的警告后，就大手随意一挥，划出一道裂缝，带着众人离开了。黄长老就让他们这样将龙皇本源果带走吗？白发男十分的不甘心。废话，冲上去跟那家伙死拼，我们这里的人都死光了，恐怕都伤不了人家。黄轩此刻那叫一个怒气冲天，到嘴的鸭子飞了就算了，在飞之前还狠狠地甩了他2耳光，怎么可能不气？越想越气的黄轩好半晌后才压住火气，然后转身目光坚定地走向走廊。黄长老、凤青儿一行人一脸懵逼，黄轩没好气地冲着众人道，还不走，去把那兽灵罩内的天皇骸骨搬回去，不管怎样不能空手而回，有了这些东西不管有没有用，总能堵住一些人的嘴。天妖皇族的人走后，摘星还是死死地盯着萧炎等人消失的方向，片刻后才十分怨毒的道，萧炎等着吧，不
不久后我们会再次见面的，到时候便是你与那星陨阁彻底覆灭之时。此时的萧炎一行人已经到了距离古海山脉百里之外的一座山峰上，萧炎再度拱手冲黑晴表示感谢。黑晴大手一挥，表示都是小事儿，自己同族人都很感谢萧炎这些年对紫妍的照顾，这份情太虚古龙一族定会找机会还的。萧炎想开口说些什么，黑晴直接打断，表示别整那些虚的，自己也不爱磨磨唧唧的人，恩就是恩，反正古龙一族会还这个情的。此处距古海山脉有一段距离，萧炎一行人只管往东走，便能离开兽域。不过紫妍得跟自己回族，熊战也一起。紫妍一听这话，很是抗拒。黑晴却表示，紫妍现在跟着萧炎已是累赘，还不如回去将古龙传承彻底完成了。到时候没人拦着他，他实力也长了，才能真正的帮上忙呀。被精准拿捏的紫妍老实了，熊战自然是没有意见的，跟着走一趟，那可是好处多多呀。紫妍临行前紧握拳头，一脸认真的道：萧炎，下次我再出来时肯定会比你更强，到时候就让你每天给我炼丹吃。随后也不管萧炎什么反应，转头就踏进了空间裂缝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